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食物了。它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做法多样，适合各种口味的烹饪需求。在鸡蛋的这么多种做法中，煮鸡蛋被认为是最营养、最健康的烹饪方式。但您会正确的煮鸡蛋吗？很多朋友在家煮鸡蛋时候呢，会直接加水煮，但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就是煮好的鸡蛋非常难剥皮，蛋皮连着蛋壳剥3分钟都剥不干净，而且浪费很多蛋清。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怎样煮才会完整的鸡蛋。除此以外，在煮鸡蛋的过程中，经常会有炸裂的现象，鸡蛋外壳直接裂开掉，里面的蛋白流到锅中，弄得到处都是。其实煮鸡蛋时直接加水煮是错误的。今天小颖教你多加这一步，就能够让鸡蛋又嫩又软，蛋壳一碰就掉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6个在树上摘的鸡蛋，鸡蛋根据家里的人口数来定，把鸡蛋放入碗中。仔细看看蛋壳有没有磕碰裂纹，否则在煮的时候呢，就容易开裂。往里面加入1勺小苏打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然后倒入多一些的清水，没过鸡蛋，下手将食盐和小苏打搅拌溶解，然后将它浸泡10分钟，这样就能杀毒杀菌的同时呢，还能软化鸡蛋壳表面的污垢。10分钟后，我们再一个个搓洗干净。在清洗的时候，可以用厨房纸巾进行擦洗，这样会清洗得更干净。因为鸡蛋壳表面有许多的细菌，甚至还会有一些残留的鸡粪。为什么要用食盐水清洗鸡蛋？因为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可以非常有效地杀除鸡蛋表壳的细菌，而小苏打则有助于软化污垢，这样会容易擦拭干净。或许有的朋友会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复杂的清洗，可能您不知道，鸡蛋的壳上是有许多细微的小孔的。如果在煮制的过程中，细菌趁机侵入，那么肠胃不好的朋友吃了也是会闹肚子的。况且在剥壳的时候再粘在鸡蛋上，也是很不卫生的。搓洗过后，控水捞出放入碗中，倒入清水，洗鸡蛋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每天吃多少洗多少，千万不要一次性洗全部洗完，因为鸡蛋的表面呢，有一层自带的保鲜膜，如果清洗过后呢，就不容易存放了。我们再次控水捞出，放入另一个碗水中。现在我们可以往里边加入少许的白醋，多加这一步，用这样的方法煮出来的鸡蛋特别好剥壳，而且里面的营养也不会流失。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蛋壳都是碳酸钙材质，而在我们煮的时候，提前用醋水给它浸泡一下，而这2种物质遇到之后，就会使鸡蛋在煮好后特别容易剥壳。先将它浸泡着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漂亮的西红柿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接下来我们起锅倒入清水，大火把水烧热，同时呢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。加入食盐有2个好处：1盐8能够让煮鸡蛋的口感更好，吃起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的减少腥味，更容易让人接受。2盐里面的氢离子可以把蛋壳和膜之间的空隙增大，更方便我们来剥蛋壳。那么煮鸡蛋究竟是冷水入锅，还是水开入锅，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。其实正确的做法
是在水是开未开的时候，看见锅底起这种密集的小泡泡时，就可以将鸡蛋下锅了。因为冷水拿去煮鸡蛋，会导致它的加热时间太久，鸡蛋加热太久的话，口感也会因此受到影响。而水开入锅的话，鸡蛋受到冲击极易破裂。另外，由于内外受热不均匀，煮出来的鸡蛋易加生，口感不好。至于煮多长时间，从安全的角度来说，煮鸡蛋的时间不能过短。一般煮5分钟时，蛋黄开始凝固，建议大家最好煮到6分钟以上，这样才能够确保杀死可能存在于鸡蛋中的沙门氏菌。从营养的角度出发，区别并不是很大。加热对于鸡蛋的营养影响非常小，蛋白质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都不会因为多煮了几分钟就无法吸收了。而从口感的角度出发，那就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有些人可能觉得煮得越熟的鸡蛋口感更好，有的人则可能觉得煮得越熟越噎人，还是喜欢吃更溏心一点的鸡蛋。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对于水煮蛋来说，最好选择6分钟以上、8分钟以下的蛋，能在安全、营养、口感上都兼顾好。那么具体的时间，那就根据个人口味说话了。好了，煮的时间到了，就可以把鸡蛋控水捞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将鸡蛋放入凉水中，煮好的鸡蛋用凉水浸一下，会特别容易剥皮，轻轻一剥就掉了。经过凉开水挤过的鸡蛋，口感也会特别的紧致细嫩好吃。浸泡不烫时候就可以控水捞出来了，放在盘中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煮制方法到底效果如何。先把鸡蛋敲一敲，然后捏一捏，使蛋壳分离。现在轻轻一碰，鸡蛋壳就下来了，而且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不会碎掉。现在鸡蛋是不是特别的完整，而且 QQ 弹弹的，看上去就非常的嫩。现在我用刀划开给大家看看，可以看到鸡蛋的蛋黄非常的鲜嫩，一点也不老。而这个时候的鸡蛋呢，也是最营养的，也不用担心有煮不熟的地方。每天喜欢吃鸡蛋的朋友，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哦，这样煲鸡蛋真的很解压。以上就是煮鸡蛋的一些小妙招，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：一、鸡蛋下锅前一定要用盐和小苏打清洗干净。2、鸡蛋煮的时候要加2盐，能让鸡蛋更加的鲜嫩。3、煮熟的鸡蛋用冷水泡，蛋壳好剥，一剥就掉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